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苏锦言，今年29岁，是云锦市一家知名建筑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。说起来，我这套房子还挺有纪念意义的。5年前刚升职的时候，我拿着所有积蓄加上向妈妈借的钱，在滨江新区买了这套120平的房子，当时花了300万，现在已经涨到500万了。房子是我一手设计装修的，从玄关的意式檐板到客厅的悬空楼梯，每一个细节都是我熬夜画图纸琢磨出来的。朋友们都说我家像样板房，其实我就是把平时给客户做的那些高端设计理念都用在了自己家里。和江景深结婚4个月了，日子过得还算平静。他在银行做信贷部主管，收入也不错。2个人的小日子本来挺美满的。那天是周6下午，我刚从工地回来，满身灰尘，正准备洗澡，门铃就响了。从猫眼一看，公公婆婆带着小姑子江景薇和她男朋友陆成宇站在门外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。爸妈，景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赶紧开门，心里有点奇怪，平时他们都会提前打招呼的。锦言啊，我们路过这边，想着来看看你们。婆婆顾雅琴拉着我的手，眼睛不停地往屋里看。哎呀，这房子真是越看越漂亮，你这设计水平就是高。公公江德华在客厅里转了一圈，不住地点头，这地段真好，出门就是地铁站，去哪儿都方便。关键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也好，安全。我给他们倒了茶，江景薇坐在沙发上，摆弄着她的新手机。嫂子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。江景薇突然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考上体制内了，下个月就要入职了。真的？那恭喜你啊！我确实为她高兴，毕竟考体制内不容易。是啊，我们景薇争气。顾雅琴拍拍女儿的手，然后转头看向我。锦言，你说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应该有个稳定的工作，再有个好房子，这样才能安心成家？我点点头，心里开始有点警觉。婆婆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，这话里肯定有别的意思。陆成宇这时候开口了：阿姨说的对，我和景薇商量过了，想在云锦市安定下来。我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，收入还可以，但是要买房的话，压力还是蛮大的。现在房价涨得厉害，年轻人买房确实不容易。我随口应了一句。江德华放下茶杯，清了清嗓子：锦言啊，爸想和你商量个事。来了。我在心里暗暗想着，表面上还是笑着。爸，您说。是这样的，景薇现在工作稳定了，我们想着让她在教育园区那边买套房子，那边的学校好，以后有了孩子上学方便。江德华说话的声音很温和，但是你也知道那边的房子贵，我们看中了一套，要620万。教育园区确实是好地方。我继续点头。问题是，我们现在手头紧，拿不出这么多钱做首付。顾雅琴接过话茬，我们想着能不能让景薇先住你们这套房子，等她攒够钱了再买新的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们绕了这么大一圈，是想要我的房子。可是妈，我和景深现在就住在这里，我们搬到哪儿去？我试探性地问。你们还年轻，租个房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江德华摆摆手，再说了，景深在银行工作，以后买房也有优惠，不着急。江景薇这时候凑过来，拉着我的胳膊撒娇：嫂子，你就帮帮我嘛，我一个女孩子，好不容易有了稳定工作，总不能一直租房子住吧。
那多没安全感。而且我们也不是白住。陆成宇赶紧补充，每个月的房贷我们可以帮着还一部分。我心里开始有点不舒服了。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，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虽然结婚后江景深也在帮着还房贷，但这毕竟是我的个人财产。这个事情让我和景深商量一下吧。我只能这样回答。顾雅琴马上接话：谨言啊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再说了，景薇就像你亲妹妹一样，你疼疼她不是应该的吗？妈说的对。江景薇点头如捣蒜。嫂子，我一直就听妈妈夸你，说你人好心善，肯定会帮我的。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江景深回来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江景深进门就看到满屋子的人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早点回来。景深回来的正好，我们正跟谨言商量景薇的事情呢。江德华站起身，拍拍儿子的肩膀。江景深听完之后，没有立刻表态，而是看了看我。谨言，你觉得呢？我心里一暖，以为他会站在我这边，可是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有点失望。爸妈，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。景薇确实需要一个稳定的住处，我们帮帮她也是应该的。江景深坐在我旁边。谨言，我们先租房住一段时间，等景薇稳定了再说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结婚前他说过会保护我，会让我有安全感，可是现在他竟然主动要把我的房子给别人住。景深说得对。顾雅琴高兴地拍手，我就知道我儿子最懂事了。江景薇也兴奋地跳起来，哥，你真好。嫂子，你看我哥都同意了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等着我的回答。我感觉自己像被架在火上烤，进退两难。这个我需要再想想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陆成宇忽然开口：阿姨，其实我们还有个想法，与其让景薇住这套房子，不如直接把这套房子卖了，拿钱去买教育园区的那套。那样的话，景薇就有自己的房子了，以后也不用搬来搬去的。我的心跳突然加速。他们不仅要我的房子，还要我卖掉它。江德华眼睛一亮，成宇这个想法不错。谨言的这套房子能卖500万，再加上我们家的一点积蓄，刚好购买教育园区那套的首付。对对对，这样最好了。顾雅琴连连点头。谨言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在往上涌。这些人是把我当什么了？提款机吗？可是这套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里？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。买啊，重新买一套。江景薇理所当然地说：嫂子，你收入那么高，再买一套还不容易。而且陆成宇补充道，教育园区那套房子要620万，你这套房子500万，还差120万，你看能不能？他没有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我整个人都傻了。他们不仅要我卖掉我的房子，还要我额外出120万。成宇，你这话说的不合适。江景深终于开口了。我以为他要为我说话，结果他说的是，谨言肯定愿意帮景薇，但是一下子拿出120万确实有点困难。这样吧，我们分期给，1年之内付清。我看着他，感觉眼前的这个男人突然变得很陌生。顾雅琴马上接话，景深考虑的周到。谨言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需要回房间休息一下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。起身就往卧室走。谨言，你别多想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顾雅琴在我身后喊道。我关上卧室门，靠在门板上，心跳得厉害。刚才那一刻，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客厅里传来说笑声，
他们好像已经把这件事当成定局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给妈妈发了条消息：妈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想回家一趟。妈妈很快回复：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回家看看你。我不想在微信里说这些事。好，我在家等你。我等客厅里的声音小了一些，才开门出去。他们几个正在讨论搬家的事情，江景薇甚至已经开始计划重新装修了。谨言，你休息好了吗？江景深看到我出来，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月底搬过去比较合适。你觉得呢？我想回我妈那里住几天。我直接说道。回娘家？顾雅琴有点意外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陪陪我妈。我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江景深送我到门口。谨言，你是不是不高兴了？我看着他，心里有10000句话想说，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。没有，我只是累了，想休息几天。那你早点回来，我们还要继续商量这件事。他轻抚我的头发，景薇他们也是着急，你理解一下。我点点头，转身下楼。开车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。4个月前，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，江景深拉着我的手说他会保护我一辈子。可是今天，他不仅没有保护我，还要我把房子给别人。我妈住在云锦市老城区，那是她10年前买的一套小户型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收拾得很温馨。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妈妈开门就看出我脸色不对，是不是和景深吵架了？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妈妈听完之后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他们这是把你当什么了？妈妈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谨言，那套房子是你婚前的财产，从法律上讲，他们谁也动不了。可是景深也同意了。我声音有点哽咽。景深同意？他同意个屁！妈妈很少说粗话，这次是真的气坏了。那房子是你的，关他什么事？妈妈在沙发上坐下，拉着我的手。谨言，妈问你，你现在还想要这套房子吗？当然想要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那是我花了5年时间攒钱买的，每一寸地方都是我设计的，那就别给他们。妈妈的语气很坚定。女儿，妈妈这辈子吃过太多亏，就是因为太善良，总想着维持家庭和睦。但是我发现，有些人你越让步，他们越得寸进尺。可是妈，我们才结婚4个月，他们就这样，那以后呢？妈妈打断我的话。谨言，妈妈告诉你一个道理，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，他会保护你的利益，而不是损害你的利益。我靠在妈妈肩膀上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妈，我该怎么办？妈妈轻抚我的头发。女儿，妈妈有个办法，可以保住你的房子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用了这个办法，你和江家的关系可能就回不去了。什么办法？房产过户。妈妈的声音很轻，但是字字清晰。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江景深想要卖房子，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我愣住了。妈妈这个办法确实可行，但是妈，这样会不会太绝了？万一景深只是一时被家人说服了呢？妈妈看着我，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。谨言，妈妈问你一个问题，今天在家里，江景深有为你说过一句话吗？我张嘴想要反驳，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。确实没有，从头到尾，他不仅没有为我说话，还主动支持他家人的要求。妈，我再想想吧。好，你慢慢考虑。妈妈站起身，但是女儿，记住一句话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有些底线是绝对不能让的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小时候睡过的那张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
一闭眼就想起江景威那得意的笑容，想起陆成宇理所当然的语气，想起江景深毫不犹豫的支持。我开始怀疑，这4个月的婚姻生活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厢情愿？第2天早上，我接到江景深的电话：“景言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景威他们想尽快定下来，好安排后面的事情。我还想在我妈这里待几天，行吧？但是你也别让他们等太久，毕竟人家小姑娘着急嘛。”江景深的语气听起来有点不耐烦。对了，我已经帮你们看了几套出租的房子，回头你看看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，他已经开始帮我找出租的房子了，这说明在他心里，我的房子已经是江景威的了。景深，你真的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吗？我忍不住问。景言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帮助家人是应该的，况且我们以后也会买新房子的。他的语气很轻松。你就当是投资嘛，景威他们住几年，房子说不定还能涨价呢。我挂了电话，心彻底凉了。妈妈从厨房出来，看到我的表情就明白了。怎么样，妈？我们什么时候去办手续？妈妈点点头，我这就去查查流程。下午，妈妈带我去了房管局咨询，工作人员很详细地介绍了房产过户的手续和费用。整个流程并不复杂，只要带齐证件，1天就能办完。走出房管局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一方面，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选择；另一方面，我也为这段婚姻感到悲哀。妈，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我还是有些犹豫。谨言，你还想给江家机会？妈妈停下脚步。那好，你回去再观察几天，看看他们还会说什么。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主意了，我们再商量。但是如果他们变本加厉，我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江景深又给我打电话，说江景威找了装修公司，准备重新设计我的房子。他说要把主卧改成开放式的，这样显得空间大一些，还要把你那个悬空楼梯拆了，他觉得不安全。江景深在电话里说得很轻松，我觉得让他改改也好，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住了。我听着他的话，手越握越紧。那个悬空楼梯是我花了1个月时间设计的，为了找到合适的施工队，我跑遍了半个云锦市。现在他们要拆掉它。谨言，你在听吗？江景深的声音传来。在听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景威他们等着你的答复呢。很快，我说。景深，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我不同意这件事，你会怎么办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江景深说：谨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我们是夫妻，当然要相互支持。再说了，景威是我妹妹，帮帮她不是应该的吗？我闭上眼睛，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轻声说道。明天我就回去。挂了电话，我对妈妈说：妈，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。妈妈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抱了抱我。第2天上午，我和妈妈带着所有需要的证件去了房管局。整个过程很顺利，1个小时就办完了所有手续。当我拿到新的房产证，看到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时，心里突然轻松了很多。至少我的房子保住了。下午我回到家，江景深不在，他去上班了。我收拾了一些个人物品，准备搬到妈妈那里住几天。正在收拾的时候，江景威和陆成宇来了。嫂子，你回来了。江景威看起来很兴奋。我们刚从装修公司回来，给你看看设计图。他拿出手机，翻出几张图片给我看。我看到我精心设计的家被改得面目全非，心里一阵阵地疼。嫂子，
你觉得怎么样？江景薇期待地看着我。我们把墙面都改成白色的，简约一些。还有那个楼梯，我们换成普通的木楼梯，这样安全一些，挺好的。我勉强笑了笑。陆成宇在客厅里转了一圈，满意的点头。这房子的户型真不错，装修一下就更完美了。景薇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？嫂子还没有搬走呢。江景薇看向我，嫂子，你和我哥打算什么时候搬？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两个人已经把我的家当成自己的了，甚至开始讨论装修方案。我今天就搬，我平静地说。太好了！江景薇高兴地跳起来，嫂子，你真好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。她走过来抱了抱我，嫂子，等我们住进来，一定请你来做客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陆成宇忽然想起什么，对了，房产证的事情怎么办？我们需要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吗？我的心跳突然加速，但表面上依然很平静。这个事情你们和景深商量吧，我不太懂这些。行，我们回头问问哥。江景薇点点头。他们又在房子里转了一圈，讨论着各种改装方案，然后才离开。我继续收拾东西，心情很复杂。一方面，我为自己的机智感到庆幸；另一方面，我也为这段婚姻的结局感到悲哀。江景深晚上回来的时候，看到我在收拾行李，有点意外。谨言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我想在我妈那里住一段时间。我头也不抬地继续收拾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还在为房子的事情不高兴？江景深在床边坐下。谨言，我们都是为了家庭和睦。再说了，我们以后会有更好的房子的。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着他。景深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心里，我和你妹妹谁更重要？这个问题问得没意义。江景深皱了皱眉。你是我妻子，景薇是我妹妹，你们都很重要，但是现在我们的利益冲突了，你选择站在他那边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谨言，你不要这样想，我们帮助景薇，并不意味着损害你的利益。江景深站起身，而且我们还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买更好的房子。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景深，你知道吗？我花了5年时间才买下这套房子，当时为了凑首付，我连续3个月每天只吃泡面。为了还房贷，我周末都要接私活。这套房子对我来说，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，它是我这些年奋斗的成果。江景深的表情有些不自在。我知道这套房子对你很重要，但是在你眼里，景薇的需要比我的付出更重要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是吗？谨言，你不要这样说。江景深试图拉我的手，被我躲开了。我只是觉得，既然我们有能力帮助他，为什么不帮呢？我拎起行李箱。景深，我需要冷静一段时间。你到底要冷静多久？江景深的语气有些不耐烦。景薇他们还等着搬进来呢。我看着他，心彻底凉了。在他心里，江景薇的时间表比我的感受更重要，不会太久的。我走到门口。对了，关于房产证的事情，你们明天去房管局查一下就知道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江景深显然没有理解我话里的深意，只是点了点头。行，我明天让景薇去办手续。我拖着行李下楼的时候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，不知道明天他们去房管局会是什么表情，不知道他们发现真相后会有什么反应。但我知道一件事，这场戏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我正在妈妈家帮她整理衣柜，江景深的电话就炸了，一连打了10几个，我都没有接。妈妈看着我不断响起的手机，
挑了挑眉，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按下了接听键。苏谨言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江景深的声音几乎是咆哮着传来的。我的手微微颤抖，但声音依然平静。我做了什么？你说清楚一点。房子，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妈了。江景深的声音里满是愤怒和不敢置信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电话那头还传来江景薇的哭声和顾雅琴的咒骂声。我能想象得出他们现在的表情。景深，我的声音依然很平静。我只是想保护我的财产而已。保护财产？苏谨言，我们是夫妻，你这样做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江景深的声音里有种被背叛的愤怒。苏谨言，你给我说清楚。江景深在电话里吼道，你什么时候把房子过户给你妈的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就是你让我回娘家的那天办的。你怎么能这样做？江景深的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愤怒。我们是夫妻，你有什么事不能和我商量？商量？我冷笑一声。景深，你给过我商量的机会吗？你们一家人都决定好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电话那头传来江景薇的哭声。哥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我们都已经联系好装修公司了，定金都交了。谨言，你听到了吗？景薇为了这套房子已经付了定金，你让他怎么办？江景深的语气软了一些。你赶紧把房子过户回来，我们好好商量这件事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了闭眼。不可能。什么叫不可能？江景深又开始咆哮。那房子是你婚前买的不错，但是我们结婚后我也在还房贷，我也有份，你有份。我坐直身体。景深，你每个月还多少房贷？3000块。我呢？8000块。你觉得你有多少份？江景深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说，而且你忘了吗？房子的首付是我出的，房产证上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法律上这套房子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苏谨言，江景深彻底爆发了。你太自私了，为了一套房子，你连家人都不顾了。家人？我站起身，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景深，我问你，我算不算你的家人？你当然是我的家人。那为什么我的家人要把我的房子给别人？我的声音开始颤抖。我在这个家里算什么？提款机吗？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顾雅琴的声音：景深，让我跟他说话。谨言啊！顾雅琴的声音听起来很委屈。你这样做，让我们怎么做人啊？亲戚朋友都知道景薇要住进去了，现在你突然反悔，我们的脸往哪儿搁？我听着他的话，心里涌起一阵愤怒。妈，您觉得我的脸不重要吗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我的房子被要走了，我的感受被忽视了，我在这个家里像个外人一样，我的脸就不重要吗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妈妈从厨房出来，看到我的样子，走过来拍拍我的背。顾雅琴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谨言，都是一家人，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僵。一家人？我擦了擦眼泪。妈，那我问您，如果景薇有套房子，您会让她给景深住吗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打断他的话，是因为我是嫁进来的，所以我的东西就应该拿出来分享。电话那头又传来江景深的声音：谨言，你别说这些了，现在问题是你要怎么解决这件事？没什么需要解决的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房子已经是我妈的了，你们谁也动不了。苏谨言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江景薇突然抢过电话，声音尖锐刺耳：你就是个自私的女人，哥哥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这样报答他？我听着他的话，突然笑了。景薇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自私，
我自私地保护自己的财产，自私地不愿意被人当傻子。你……江景薇气得说不出话。这时候，电话里传来江德华的声音：“谨言，爸跟你说句话。”“爸，您说。”“谨言啊，做人要厚道。”江德华的声音很沉重：“你现在这样做，伤了全家人的心。我们一直把你当女儿看，没想到你会这样对我们。”我的心被扎了一下。江德华平时对我挺好的，很少这样严厉地说话。爸，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。我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。怎么没有选择？你可以选择相信我们，相信这个家。江德华叹了口气：“谨言，你把房子过户回来，我们重新商量这件事，好不好？”我看向坐在旁边的妈妈，她轻轻摇了摇头：“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这样做。”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。过了好久，江德华才开口：“谨言，你想清楚了，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”“我想清楚了。”“好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”江德华的声音很冷。“景深，我们回家商量一下该怎么办。”江景深重新接过电话：“谨言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？”“不愿意。”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江景深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“谨言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说完，他挂了电话。我拿着手机，愣愣地站在客厅里。虽然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但真的听到江景深说出那句话，心里还是很难受。妈妈走过来抱住我：“女儿，不要难过，你做得对。”“妈，我是不是太绝情了？”我靠在妈妈怀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“绝情？”妈妈轻抚我的头发：“女儿，绝情的是他们。你结婚才4个月，他们就要你的房子，你要是给了，以后他们还会要什么？你的工资，你的积蓄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抱着妈妈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陌生号码。“是苏谨言吗？我是景薇的男朋友陆成宇，有什么事吗？”“谨言，我能和你见个面吗？就我们2个，不带其他人。”陆成宇的声音听起来很诚恳：“我想和你好好谈谈这件事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：“在哪里见？”“就在你们小区楼下的咖啡厅吧。1个小时后。”“好。”我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。妈妈有点担心：“要不要我陪你去？”“不用，我能处理。”咖啡厅里人不多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陆成宇。他看起来很憔悴，眼睛里满是血丝。“谨言，谢谢你愿意见我。”陆成宇站起身，给我拉开椅子。我坐下，看着他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陆成宇苦笑一声：“我想为今天早上的事情道歉。”景薇她情绪激动，说话不太好听：“道歉就不必了。”我的语气很平淡：“还有其他事吗？”“谨言，我知道你对我们有误解。”陆成宇点了杯咖啡：“其实我们也不是非要你的房子不可。”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“是这样的，我们看中的那套学区房，房主说如果不能在这个月内付清首付，就要卖给别人了。”陆成宇解释道：“所以我们才会这么着急。然后呢？我想和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这样？你把房子卖给我们，我们按市场价给你钱，但是要分期还款，这样你也不吃亏，我们也能买到学区房。”陆成宇看着我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喝了口咖啡，觉得有点苦。“陆成宇，你觉得我缺钱吗？”“不是缺钱的问题。”陆成宇摆摆手：“是解决问题的方式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对你们是好，对我呢？”我看着他：“我卖了房子，住哪里？重新买。现在房价这么高，我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的房子。”陆成宇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谨言，我知道这样要求对你不公平，但是景薇她真的很喜欢那套学区房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们已经跟朋友们说了，
说要搬进滨江新区了，如果现在改口，会很没面子。陆成宇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看着他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原来他们要我的房子，不只是为了学区，更是为了面子。住在滨江新区，听起来就比其他地方高档。陆成宇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放下咖啡杯，如果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会让我把房子给别人吗？陆成宇愣了一下，然后摇摇头，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觉得景深应该让我把房子给你们？陆成宇低下头，不说话了。我站起身，陆成宇，我不怪你们想要更好的生活，但是请不要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咖啡厅。走在路上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这件事发展到现在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晚上，江景深发来一条微信：谨言，我们需要谈谈。我回复：有什么好谈的？关于我们的婚姻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的心跳突然加快。我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我们需要冷静一段时间。江景深的消息很简短，也许分开一段时间，对彼此都好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虽然早就有预感，但真的看到这些字，心还是很痛。你的意思是离婚？我颤抖着手指打字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考虑什么？考虑我值不值得你放弃那套房子。江景深很久没有回复，我等了1个小时，终于等到他的消息。谨言，你变了，你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善良的女孩了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突然笑了。我变了，是的，我确实变了。我变得懂得保护自己了，变得不再任人宰割了。景深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变了。我回复道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改变挺好的。好吧，看来我们真的不合适了。江景深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谨言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我关掉手机，靠在床头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妈妈推门进来，看到我的样子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坐在床边陪着我。妈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我的声音很小。没有，女儿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妈妈握住我的手，有些人，你对他好，他觉得理所当然。你稍微为自己着想一下，他就觉得你变了。这样的人，不要也罢。那一夜，我哭了很久，为这段失败的婚姻，也为自己曾经的天真。3个月后，我和江景深的离婚手续正式办完了，因为房子已经过户给了妈妈。江景深在财产分割上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他很愤怒，甚至找了律师。但律师告诉他，这套房子确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江景薇最终没有买到那套学区房，因为他们拖得太久，房主把房子卖给了别人。听说他为这件事和陆成宇大吵了一架，差点分手。至于顾雅琴和江德华，自从我拒绝交出房子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。离婚后，我搬回了自己的房子，站在那个被我精心设计的客厅里，看着那个差点被拆掉的悬空楼梯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重新装修了主卧，把它改成了我的工作室。每天下班后，我就在这里画设计图，接一些私人项目。半年后，我的工作室小有名气，甚至有投资人找我谈合作。我开始考虑自己创业的可能性。妈妈偶尔会过来住几天，我们母女俩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视，生活过得很充实。谨言，你后悔吗？有一次，妈妈突然问我，我想了想，不后悔。如果重新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样选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保护了我应该保护的东西。我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妈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底线一旦被突破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与其在一个不尊重我的家庭里委曲求全，
不如一个人好好生活。妈妈点点头，女儿，你长大了。现在我一个人住在这套500万的房子里，虽然没有了丈夫，但我有了更珍贵的东西，自尊和独立。有时候我会想起江景深，想起我们刚认识时的美好，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承诺，但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保护彼此，而不是牺牲彼此。如果一个男人要你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他的家人，那这份爱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而我值得更好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